我已经不考虑赢不赢的问题了，我只是希望我的盟友可以正常一点。我们今天下午发生一个更逆天的事情啊，完全没有穿装备，做集结，工兵集结，完全没有穿装备，你能信？对呀，就是昨天那个灵车啊。最近天气比较热，不穿装备比较凉，大佬是不用穿装备的。看你们昨天打当然信啊。你看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这个是什么鬼？阿贝你看看，这个是什么鬼？我都严重怀疑他是不是知道我是议员，他想要给我 content 呢？这个开集结的玩家，他是整个失落之地击杀最高的玩家，他拥有400亿击杀，没有穿衣服。This guy is the most high Q point in this KVK. But when you click on the troop buff, you can see Shapur and Ash. This guy wear nothing. You are the really captain. You are the garrison captai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Put on your gear. Put on your armament. But this guy with nothing. Oh, damn. Can you believe it? This guy with nothing. Noth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也知道，前阵子我才做了一个影片，就说有一个424亿击杀的玩家呢，他在开集结的时候是一个专属铭文都没有，然后他的普通铭文呢，还是集结统帅不能使用的普通铭文，就等于说他的铭文基本上是废的。但是那时候他的装备还有穿，可是最夸张的就是我看到这一份报告，那因为我们在中间过程中呢，有一些玩家他们就用沙普尔跟亚速88去开集结，出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那这个玩家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哦，原来这样子集结也是可以的，所以他就用这个统帅了。我们先看一下部队阵力，其实他是有觉醒的，但是他就是没有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这边的击杀也是非常差的，而且这边是差了多少倍？是整整差了7倍这么多。那我们点开部队阵力来看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很逆天的东西，就是他就连装备都没有穿。天哪，为什么会让这个人去开集结？为什么？为什么 ？OK， 你说你的装备不好就算了，你说你军气不好就算了，你为什么连你的装备都不穿？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这边面板上你们看到的所有争议啊，基本上就是来自统帅的这些提升而已啊，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穿衣服的。我们往下看其他争议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对方的技能伤害增幅 26.5%， 就是他用新的血行阵 2.0， 我们这边是0，没错，就是0。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说错，就是0。唯一比对方高的就只有这几些，所有伤害、普通攻击伤害、技能伤害高一点点，普通攻击伤害减免，反击伤害减免，远程普通攻击伤害，还有远程反击伤害减免。接着我们点开战况统计来看，上面统帅觉醒跟技能我们就略过了，我也不想要看了。在装备这边，对方还是一样有觉醒5，那因为打的时间比较短啊，可能他其他装备并没有全部显示出来，并不是全部都有触发，但至少可以看到对方是觉醒5的，我们这边是完全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再来军器方面，点开来看，依旧还是一个普通铭文，主动技能有 30% 的概率对命中部队额外造成1次直接伤害，至少这个有用，但是你们看伤害系数只有100，冷却时间5秒。对方他们是直接用新的血型2，专属铭文4个字，专属铭文百战百胜4个字，依旧还是专属铭文攻守兼备4个字。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他敢这样子去开集结，这个玩家到底会不会玩的？你买了账号不代表说你是可以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直接开集结出去。他以为这个是什么6年前的万国觉醒吗？那时候连装备都没有推出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用觉醒的统帅带出去打集结打驻防吗？说实话，我是真的觉得有很大可能他是这类型的玩家，可能他之前玩过万国觉醒，然后现在回来玩
了，但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我推测而已。否则你怎么可能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去开集结？你连最基础的装备军器都不穿。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这里的排行榜呢，是排行在第72名，总共击杀提升了3亿左右，战损比差不多1:1吧。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就连我自己的击杀还比他多，就讲很大可能他连3000万击杀都没有完成的。然后我的战损比他的稍微好一点啊，有132%，排行在第55名。OK， 那么到了后来，这个玩家又想要开集结，但是我王国的队友呢，其实都很怕这个玩家，就询问他，你究竟是用什么装备，用什么军器，叫他分享截图给我们看一下。所以他这边截图出来呢，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有装备的，但是他这一套装备呢，就只有武器还有头盔是觉醒3的，剩下的全部都是觉醒1或者是觉醒2。但是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全部都有专属啊，除了饰品之外，所以这个有很大可能是以前号主去制作的一些装备，后来这个玩家接手之后就完全没有再提升了。至于他的军器方面呢，就只有一个专属铭文而已，然后剩下的一些提升呢，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就比方说像那个采集的，或者是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其实像他这样子的玩家应该要把这里的军器洗得很干净的嘛。就比方说像我自己的全骑兵账号，就算在没有什么氪金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花钱的情况下呢，我至少都会提升到比较干净，全部都是骑兵跟所有伤害而已。但是他这个提升呢，勉强在野战表现是 OK 的，如果不开集结的话。至于他这个专属铭文是攻守兼备，他除了分享这套装备跟军器之外，还有包括下一道这一套装备军器呢就比较糟糕一点，但是你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是穿在沙普尔的身上，就是他做集结的时候，沙普尔是作为主将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知道装备军器是没有办法主将跟副将加在一起的，所以他可能是觉得说，应该主将跟副将都有在计算的吧，所以他沙普尔的装备军器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全部都是普通铭文，没有一个军器是已经邪行阵 2.0 了，全部都是 1.0 的。然后他这里的提升工兵攻击力 6.9， 防御力 3.4， 生命值 7.3， 有 11.8% 是部队负债的数量，还有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 4.8%， 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军器提升。因为我自己身上都没有这么一套的军器是这样子的多数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至少都会有一个专属铭文。接着就是他另外一套的工兵装备，那其实可以看到他这一套工兵装备显然好很多啊，他的鞋子、裤子、手套、衣服都已经觉醒5了，而且他的武器有觉醒4，头盔有觉醒3，他这套的饰品都已经有专属了。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必要用这一套装备来做集结，而且你们要知道，他有这一套装备的情况下，他选择不穿衣，这个才是让我最错愕的地方。为什么不穿衣？但凡他在刚刚那份报告穿上了这一套，我都不会觉得说我们很吃亏。说实话，我玩那个游戏已经半年的时间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上的集结是完全没有穿装备跟军器的那么说实话，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上了这个集结的话，可能我还没有办法抱怨什么东西。但问题是他这个集结带上了很多人，只是还好他这个集结持续的时间没有很久，可能有一些玩家发现到，他的集结好像怪怪的，为什么那个数字这么低？所以他这个集结其实只是持续了大概35秒的时间就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不管怎样呢，我这个影片主要的目的呢是给大家知道了，如果你们看到集结或者是住房出现的数字很奇怪，最好就停止加入这些集结或者是住房，就算他是你自己的队友也好啦，因为避免你自己损失很多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最好在对方要成为车头之前呢，跟他要求说要看他的装备跟军器。因为我说实话，如果对方是觉得说我很强我很厉害之类的，其实都会大大方方的把自己装备跟军器都分享出来，不会有所隐瞒的，所以可以很自然的跟他们要求说你想要看他们的装备如何，军器如何。第三就是搭配方面，如果你看到他的搭配怪怪的，最好也是不要上车。第五就是看他的 KVK 表现，他在线的时间有多长，比较一下他自己的总击杀是不是合理。像他这边击杀这么多呢，可是我看他在线时间其实并没有很多，时常都不在前线。你看他这一次 KVK 表
现跟我做比较就知道了。其实我这个骑兵账号呢，都已经算是时常不在线啊，就是有空才上线去玩的那一种状态。但是我的击杀居然还比他还更多，我在线时间比他还要更长。对于一个拥有424亿击杀的玩家来讲，这个表现呢是不太正常的。然后这边再三强调，我没有办法成为车头去做集结或者是驻防，主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离谱了，所以才分享给大家看，也是给各位玩家一些警惕吧。如果你们要加入集结的话，也是要自己小心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